没痛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无知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。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借口，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，欢笑过后会否一直回首？失去以后才学会如何看透。回忆里什么陪我们走到最后，还不是那些最简单的温柔。你做事情干嘛这么冲动啊？我看见他从你家里出来，以为他是孩子的爸爸，我才会打他的嘛。那你还不道歉？一场误会，不用道歉了。喂，我妹叫我道歉，你插什么嘴啊？对不起啊。你可以有诚意一点吗？对不起啊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啊，因为我害到你被打。不要紧。谁叫你不让我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啊？那是因为你容易冲动，所以我才不告诉你。总而言之啊，以后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。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让我知道，我才会打错人的。哦，那你就是说全部都是我的错了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菲菲，我明白你大哥的意思，他不是怪你。喂，我妹在问我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你干嘛这么没有礼貌？这里没你的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那哥先走了。早知道去牢里见他的时候，就不要告诉他我怀孕了。你哥哥坐过牢，打人，所以坐牢，进进出出都不懂几次了。他好像很怕你，你劝劝他，他一定会听你的。没想到这么凶的人会这样听你的话。因为他是我哥嘛。其实啊，家人每个都很宠我的，每个都把我当宝，只有那个人啊，把我当草。菲菲，我能不能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留住？我把孩子留下来，是因为我希望有一天子俊会回到我身边。我相信男女的关系会改变，只有父子的关系是永远无法分割。可是如果子俊不回头，那孩子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。我觉得这样做对孩子不公平。那谁对我公平啊？你知道子俊怎么对我的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你不应该把孩子当赌注啊！不要再说了，你走吧。跟人家抢女朋友被打伤了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很重要吗？我不觉得。我知道你选择了家珍，可是菲菲怎么办？看来你是对家珍还没死心，想来这里打什么毒针？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呢？菲菲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孩子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是他要把孩子生下的，我总不能因为他坚持把孩子生下，而放弃家珍吧？你可是孩子的爸爸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呢？我明白了，你是要我娶菲菲，那就可以把家珍让给你。哎呀，这看不出你这个人的心机那么深啊！
我告诉你吧，有些事情你不说，家珍就不会知；不知的话，就不会受伤。如果家珍知道你做这样的事情，她肯定不会原谅你的。你错了，她一定会原谅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爱我。就因为这样，你才不能欺骗她。你为什么不敢告诉家珍，菲菲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？你一定要告诉家珍是吗？你这么不负责任，家珍嫁给你以后不会有幸福的。说啊，你去跟家珍说个够！如果搞到她伤心跳楼割脉自杀的话，谁害的？是你！相信我吧，我也很担心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家珍。有些事情一定要慢慢的处理，不能冲动的。不管我选择谁，一定会有人受伤的，你说是吗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老爸早。哇，结了婚转性了，变乖了，竟然会跟我说早啊！哎呦，这跟结婚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以前没有这样教过你咩？哪有啊？哎呦，你喜欢的话，我每天都这样教你喽。真的？真的。来吃早餐。哦，来，请坐。你看起来很开心的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你跟良心假结婚啊，我看迟早会出事啊！哎呦，安娜老爸没事的。你真的是不知死活！你现在身上好像绑了一颗计时炸弹，要是有人去举报，随时都会把你炸到粉身碎骨。哎呦，谁会这么有空举报我嘞？你得罪过的人很少哦。如果良心没有跟你住在一起，谁会相信你们是真夫妻呀？那你要我怎么办？跟他离婚呐？离你的头了，那不是不打自招自投罗网。我看了，还是让良心住进来，就不会被人家抓到把柄了。那我们不是成了真结婚？我就是要你真结婚呐！我才不做这种亏本的事啊！臭小子，我走了。你不听我的话，到时候有事情不要叫我帮你擦屁股啊！喂，大嫂，是我啊，良心啊，我寄回去的1万块你收到了没有？收到了。收到了，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啊？害我担心死了。电话费贵嘛。那大哥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啊？哪有这么快？监狱又不是我开的，我正在处理，就这样。喂，真是的，这样就挂我电话。什么事啊？小姐，你已经几天没付房费了。如果你想继续住下去，请到柜台结账，不然房间必须让出来。我知道，我等一下就下去付钱的啦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我这不是偷哦，我以为这些东西是免费的。如果我知道要钱，我就不会这么做了。梁小姐，你也别再狡辩了。那只要你能还清所有酒店的费用，赔偿酒店的损失，我们也不会为难你，马上就放你走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这就去提款，马上回来啊。哎，对不起，你不能离开，你只可以叫人下来帮你解决这件事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只好报警处理。连牙刷跟水壶你都要偷，那些东西值多少钱啊？你刚刚结婚啊，不是想要人家把你抓去关起来吧？你以为我想的啊？天一黑啊，
天桥底下吹起风来有多冷，你都不知道。你又想回去天桥底下过夜？这你不用管。谁说我不用管啊？如果你出事啊，我的儿子会被你连累的。你们人这么好，就算我被抓，我也不会拖你们下水的。为什么你不明白？万一你被抓，你跟杰奇假结婚的事情爆出来，你们两个都要坐牢啊！那怎么办？算了，你跟我回去吧。我跟你回去？我没听错吧？不然怎么样啊？你又要到天桥底下等警察来抓。你都跟杰奇结婚了，也算是我的媳妇，应该叫我一声爸了。爸，谢谢你。这什么日子啊？怎么弄火锅了？这不是普通的火锅，这是具有外国口味的另类火锅。哇！你看，它的汤头啊，又甜又辣。这是我家乡的特产，待会儿多吃点啊。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来报恩的，这是我报的第一个恩。怎么又带他回来啊？他没有钱又没地方睡，刚才偷东西被抓了。那你还带他回来？你不带他回来，万一他在外面出事，你哥哥就麻烦了。我决定从今天开始让他正式住进来。什么？那他睡哪里啊？难道要跟我同房？不跟你同房，难道跟你爸同房啊？不要乱说话，你睡杰奇的房了。啊，不行！为什么不行啊？你都已经跟他结婚了。我跟他是假的。你就不能把他当成真的吗？爸，就不要逼他啦。啊，我睡客厅好了，我不介意的。一个女孩子睡客厅多难看啊，不可以。那叫哥跟你一起睡吧。哇，你要害我啊！你哥哥一睡下去啊，就好像开动的火车啊，有时候像战斗机在打仗这样啊，谁睡得着啊？祸是他闯的，我干嘛要委屈自己啊？叫他睡客厅。喂，你怎么在这里的？啊，我是奉我家翁，也就是你老爸之命住进来啦。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啊。我也不想的，我是被逼的。你不用跟我装这种可怜相，我老爸留你是他的事，这里是我房间，麻烦你出去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爸说我睡客厅很难看，要我睡你房间。哎，你休息啊，谁要跟你同房啊？我才不要跟你同房呢，是你爸叫你睡客厅的。好了，我很累了，我要睡了，麻烦你出去时顺便关灯啊。喂，你给我出去啊！你给我出去！好，算你狠。当然。喂！哎呀，干什么？你再不出去的话，我连里面那件都脱了。不要脸！我没看过男人像你这么没有风度的。哎呀，哦。有没有搞错的？会不会开车？没有看见有人啊？对不起啊。
饭送来了，小妹还送笑话集啊！哇，好香啊！我很累啊，不要吃。小妹啊，小妹啊，你就是不吃才会累。今天的菜色看起来很不错哦。真的没有胃口了。哎，你不吃，肚子里的宝宝也需要营养的。我都说我不吃了，你听懂了没有啊？那些饭怎么办啊？你要你自己吃了。哇！收拾的这么整齐呀！啊！哇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勤快啊？我还以为你出去了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。哎，休息一下，我买了豆花，先出来吃了。哦，不要，等一下才吃。哦，一定是昨晚没睡好。这杰奇也真是的，怎么可以让个女孩子睡客厅的沙发？没关系，总比睡马路好嘛。哎，其实你们都结婚了，就算同房睡也没关系啊，最多加多一张床嘛。我怕人家会说闲话。你们已经是法定夫妻了，谁敢说闲话？我以后还要嫁人的。你都嫁给我儿子了，还想要嫁人呢？我跟他没感情。喂？什么？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马上过来。哦，好。爸，我有急事，我先出去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我回来再告诉你。德明，姑姑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啊？妈妈叫我来找你，还说在这里读书比较有前途。我昨天才跟他通过电话，他没告诉我你要来啊，我不知道你要来啊。姑姑，妈妈叫我交给你。我要嫁人了，不方便带着德明。他是你大哥的孩子，你大哥坐牢也是因为你，德明就交给你了。怎么会有这种妈妈？你妈妈要嫁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放心，姑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以后你就跟着我。你在这边等，等一会儿你再按门铃啊。吃吧。哎，良心啊，你回来了，来一起吃饭了。啊，好。哎，今天下午你匆匆忙忙出去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哦，有人突然叫我面试，可是知道我是外地人，就不要我了。当然了，你们每个人像我老爸这样大发慈悲咩？吃你的饭了。你在看什么？我看到我说不要吃饭喽。哎，谁来了？小弟弟，你找谁呀？找我的姑姑良心。进来，进来。阿明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啊？是我妈妈叫我来找你的。啊，他是我大哥的儿子。你妈叫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她叫我来跟你一起住。不是吧？我妈不要我了。哎呦，真可怜啊！没有想到我哥一坐牢，我大嫂马上就改嫁了，连儿子都不要了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德明啊，姑姑我现在也是寄人篱下，我不能收留你的。我看你还是回去你妈那吧。你不要这样了，我是自身难保啊！
你怎么来怎么回去啊？最好是这样啊。来，我们吃饭吧，吃饭啊。他们有其他的亲人吗？没有，就只有我一个亲人。你看，让他住一个晚上，明天再说吧。你们别傻了，难道看不出来他们在演戏吗？你把这个留下来，就好像他一样，想赶走都赶不走啊！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呐。后面的手也很长的，万一明天来个什么姐姐或者是阿姨的儿子，那我们这里不是成了收留所？算了，姑姑，我走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走。我以为你只是没有风度，没有想到你连同情心也没有，简直不是人呐！好，我老实跟你们说好了，他是我儿子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的。什么？你儿子这么大了，还跟杰奇结婚了？你千方百计要跟我哥结婚，是为了要安排他过来。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到他爸爸那边去？我还没生下他的时候，他爸就跑了，都怪我当年年幼无知，才会被骗的。那你也不应该来害我们呐。爸，不要叫我爸，我没有这个福气。你们走吧。好，走就走。真是没人性啊！我们睡天桥底下，或者是马路。德明，我们都不要求人啊，走。来，你关门啊！来，这个当枕头。我已经说的这么可怜了，他们还是这么狠心，一点都不心软。好，有骨气也好，有骨气的人啊才有前途啊！睡吧。姑姑，我们要一直住在这里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人的。你放心吧。明天那个大叔一定会来请我们回去的。可是姑姑，你现在啊要叫我妈啦，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连你也收留。来，叫我妈。我不习惯。不习惯也要习惯啊，这样才有地方住。来，叫我妈。好，不叫，当哑巴。来，你自己盖。我不冷，好吧，乖乖睡吧。这玉佩给我看看。这不是你奶奶的玉佩吗？不知道。是爸爸入狱前给我的，要我好好带着，不能打破。这个我替你保管。有了它，就算他们不来找我们，我们也有个希望。爸，你说梁心和那个孩子昨天晚上去了哪里了？还用说？一定又是躲到天桥底下了。你们放心吧，它是一只打不死的蟑螂，生命力很强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哥，一个女人住在天桥底下已经够危险了，现在拖着一个孩子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能安心吗？要不是你跟他结婚了，我需要这样头痛吗？爸，如果你担心的话，我得下去看看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最好不要去啊！他现在食苦肉计，你去的话，你就中了他的计了。算你狠！这家人根本是没有爱心，没有同情心，简直是铁石心肠。都已经过了1天1夜了，
竟然对我们不理不睬。如果只是1、2个小时，我还可以不跟你计较。好，现在就算你来求我，我也不回去了。还要我接受你儿子，休想！唉，看来这招苦肉计不管用，得再想想办法。其实住在这里也不错。有房子住，谁要住这种地方啊？啊，我答应你啊，以后有钱第一件事我就是要买房子啊。爸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我厉害吗？料事如神吗？怎么样？住在这里没什么事吧？没事，没人给我脸色看，不知道有多自由呢。哦，那你对这里很满意了？我当然是没问题啊，不过我儿子他到底还小，不习惯，老说这里蚊子嗡嗡声吵死人了。好，让开让开。你3餐都吃快熟面啊？哎呀，这怎么行？没有营养的。那这个鸡腿给你啊，小朋友。他叫德明。德明，鸡腿给你。你不喜欢啊？德明，快谢谢爷爷啊！谢谢爷爷。爷爷，也好了，捡现成的，不用那么辛苦啊。爸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买张机票把他送回去，你呢跟我回家。你不收留他，我也不跟你们回去，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。你跟爷爷去吧，我自己住在这里可以的。你有空可以过来找我。不行，我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如果真的这么做，我简直就不是人呐！算了，谁没有过去啊？只要以后不行差踏错就可以了。你们都跟我回去了。快收拾东西。菲菲，丁卡送来了。建海，麻烦你进来一下。哦。哎，菲菲，你大哥怎么了？建海，昨天那些等嘎是你准备的吗？是我亲手煮的啊。怎么不好吃啊？昨天我大哥吃了那些食物过后呢，肚子又痛又泻的，我带他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是食物中毒。不可能，会不会是在外面吃了不干净的食物？应该不会。根据化验报告，食物里含有大量的麝香。什么是麝香？它是一种中药，要是服用过量的话，会有中毒的现象。孕妇服用的话，会早产或者是流产。不可能！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哥，你干什么？不是说好要好好的问的吗？小妹啊，像你这样问，要问到几次啊？你说为什么你要下药？说啊！大哥，你不要冲动，我相信建海不会害我的。小妹，你不要管我，我一定要问清楚。要不是那些饭我帮你吃的话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早就没了。说，为什么要下药害我妹妹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不乖乖承认的话，我就扭断你的手。大哥，不要冲动，放手啦！我都跟你说了，建海不是这样的人。难道是人指使他的吗？你还不承认？谁指使你害菲菲的？难道是他？谁？你听，我看见他在你家附近开车离开这里。到底是谁开车离开这里啊？白子俊。白子俊。小妹，你不要告诉我，肚子里面的孩子是他的。白子俊，飞哥，主来了。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搞大菲菲的肚子不能胀，现在还想下药毒死她。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就跟你姓。我怎么会这样对菲菲呢？孩子是我的，我怎么会不要呢？如果不是你下的药，为什么会在菲菲家楼下出现呢？大哥，不能人家说什么你都相信啊。
到底谁告诉你的？我根本不知道菲菲在哪里，我一直找她。菲菲到底怎么样了？她有没有生命危险？你少跟我演戏了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建海说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一定是他。他明明知道菲菲的下落，就不肯告诉我。看来下药的人一定是他。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他喜欢菲菲，针对我，想弄掉我们的孩子。我会去查清楚。如果让我知道你是骗我的，你会死得很难看。约你出来不会妨碍你的工作吧？不会。菲菲的忧郁症怎么样了？好像没什么进展。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，相信对他有帮助的。要拿什么给菲菲？不会是要吃菲菲吧？怎么了？我看我以后也不能帮你了。他们现在连饭都不让我送。为什么呢？菲菲的哥哥怀疑我在点肝里下了药，害她泻肚子，所以再也不让菲菲吃我煮的东西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叫你去帮他，反而连累了你。原来是你这个臭三八，要他接近菲菲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告诉子俊，菲菲住在哪里？千万不能让他知道的。怪不得子俊不知道菲菲的下落，原来真的是你在搞鬼。这女人跟子俊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有一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我怀疑药是子君下的。怎么可能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查文生，你明明知道子俊不是好人，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。原来这女人想横刀夺爱。如果你知道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会不会考虑跟他分手？我不想跟你聊子俊的事。再说，我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。查文真，相信我，子俊不是好人，你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居然拿我妹妹当牺牲品！菲菲的事，如果你不想帮忙，没关系。你不要生气，我帮你。菲菲还是很信任我的。我要走了。我送你一程。不用了。不要走！建海，叫救护车！子君，建海他……慢慢说，到底是谁泼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根本看不清楚他的样子。如果不是建海护着我，躺在里面的人就是我了。那警方有什么线索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录完口供，我真的很担心建海。医生，病人怎么样了？他的皮下、脂肪和肌肉都有损伤，属于3级烫伤。为了避免细菌感染，所以必须住院。我们给他打针，让他昏睡，以减轻他的痛苦。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啊？暂时没有。我们已经通知他的家人，他们正在赶来。谢谢。好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要等到建海醒来。他在昏睡着，你留下来做不了什么。怎么是你？菲菲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啊？对啊，你告诉我你不知道菲菲住哪里，谁告诉你的？建海告诉我的。他告诉你的？其实啊，他能说话吗？你知道你大哥做了什么吗？他拿热水去泼家珍。大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啊？小妹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女的和松饭啊，筹谋要害你呀！我不相信。他们一直以来都很照顾我的。家珍要伤害菲菲的话，就不会托建海照顾菲菲，也不会特地托朋友从台湾带臭豆腐回来给菲菲吃。是家珍安排的。
你说，家珍怎么会伤害你呢？那些伤势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幸好是建海帮他挡住，结果自己被烫伤了，现在还待在医院呢。妹妹，你不要被他们两个人骗了。那个女的其实想利用松芬来得到你的信任，目的是要跟你抢子俊的。我亲耳听到的。安静啊！你到底知道什么？菲菲啊，我们的感情都已经过去了，这一点跟家珍都无关。拜托你，放过他吧。白子俊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给我听清楚，现在菲菲有了你的孩子，你就要乖乖回到她身边，要不然我杀了你，听到没有？放手！小妹，我叫你放手！你给我听好，我不准你伤害家珍，或者是建海。小妹啊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！如果你敢乱来的话，我就会死给你看！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乱来啊！小妹，韩志俊，给我听他乱来啊！我没放过你，我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想干嘛？没有孩子我可以算了，现在有孩子，我要你负责。站住！我要你跟菲菲结婚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我不可能跟你妹妹在一起，我跟她已经没有感情了。如果你不娶菲菲的话，把你推掉！不要！不要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跟菲菲结婚，会有幸福吗？如果菲菲不幸福的话，那女的也不会好好的。不要！她是谁？啊？就是那个没有被热水泼的女人。不要！不要伤害家珍啊！不要！看来你还蛮喜欢那女的。要我不伤害家珍，可以，看你怎么对待菲菲。如果菲菲有点不高兴的话，这笔账我会算在她头上。还有，你最好不要再见她了，要不然下一次我泼的可不是水了。家珍，怎么不上来啊？我只是想跟你说几句话，就走了。接下来我会请长假。啊？为什么？回吉隆坡，家里出了点事，想回去看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说清楚，只是说回去就知道。哦。看来以后我没什么时间陪你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接下来要请假照顾建海。你不会介意吧？你想怎么做，就怎么做吧。你不高兴吗？建海是为了我才受伤的。我知道，你有你的自由，我不会干涉你的。一起吃晚餐吧。你最好不要再见她了，要不然下一次我泼的可不是水了。你在讲什么啊？我还有点事，我走了。
对了，你怎么知道建海住院？我打电话给他，院方有人帮他接，那我一接到消息就马上赶过来了。你有心了。建海的心地真的很好，他在危急的时候挡在我面前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。那你知道是谁做的吗？相信警方迟早会查出来。家珍啊，谢谢你，叫建海来照顾我。你知道，对不起，我一直躲开着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让芷俊知道我的住址。我明白，所以从建海那里知道你的地址，我都不敢去找你。我一直很奇怪，建海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，现在才知道。原来是因为你的关系。他心地好，对什么人都很好。不是的，建海一直深爱着一个人，原来那个人就是你。其实建海跟子俊，你应该考虑建海，他对你真的是痴心一片。我知道你可能认为我有私心，不过这真的是我的心里话。建海是我见过那么多男人当中最好的一个。我不否认建海对我很好，他让人有安全感，感觉可以依靠。不过我既然已经跟子俊在一起，就不会再三心两意了。你跟子俊的感情还没确定，你有这个权利选择更好的。在感情的道路上，出现在面前的可能一个比一个优秀，但我不可能一直像骑驴找马这样选下去。你怎么了？我一直在想，女人应该嫁给自己爱的人，还是爱自己的人？爱与被爱真的很难取舍。当然是自己喜欢又爱自己的人。你怎么确定他真的爱你？感情永远是一场赌注，谁也不能给你任何保证。不过我相信我的眼光。建海，你终于醒了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没事。伤口是不是很痛？不痛啊。如果不是你护着我，你就不用躺在这里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我是怕你会被烫伤啊。你不需要为我这么做的。如果是你受伤的话，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就算伤口好了，也会留下疤痕的。其实泼我是对了嘛，我的皮比较厚，而且男生身上有疤痕比较好看。你到现在还要安慰我？哎，小心啊！慢慢来。谢谢。查完针，我能不能提出一个要求？我们的友情能不能像这个疤痕一样，永远都不会消失？我知道我们只能做朋友，只要你让我对你好，我就满足了。你能不能答应我？不经意又想你了，这场爱像个漩涡，深陷的是我。
你的眼神清澈，却看不到寄托。爱在隔岸观火，没人能帮我。原来有些事不是付出就能获得。就当我是路过，把所有脆弱都躲过。爱是一条线索，需要两个人紧握。就当我是路过，退回自己的生活。你的快乐我想我没权利剥夺，我也只能这样对自己说。